啥刚炒完菜不能用水冲铁锅？要不是大厨提醒，差点犯了大错。铁锅是一种常用的家用烹饪设备，适用于翻炒蒸煮食材，或者是用作其他的烹饪用途。这几乎是人人家中必备的一个物品，但是很多人对于铁锅烹饪食物后的清洗和保养问题似乎都是一窍不通。还有一些人在刚炒完菜之后，甚至会用冷水立即冲洗铁锅。饭店大厨提醒，这样的做法极其不合理，可能会给自己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要知道，刚炒完菜之后是不能够立即用水冲洗铁锅的。那么各种原因到底为何？要不是大厨提醒，差点就犯了大错。一、铁锅烹饪。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饮食文化，对于食物的制作方式极其多元，不像是那些西方国家那么单一。不过要说我们国家最为主要的烹饪方式，那就是炒菜了。然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炒出更加美味的菜品，那么就必须要使用优异的烹饪工具。自古以来，我国人民都是用铁锅来炒菜的。古时候之所以会用铁锅来进行烹饪，其实主要是因为铁锅的成本较低，家家户户都能够用得起。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铁锅极其的坚固，不易发生物理形变，或是产生其他的化学反应，使用寿命也比较长。到了现代之后，科技发展进步，厨具材料也变得更为多元，但是很多人还是偏爱使用铁锅。除去铁锅使用寿命较长以及价格较低的因素之外，其实使用铁锅炒菜还有多种多样的好处。一方面就是利用铁锅炒菜不至于生成太多的有害化学物质。如今市面上的烹饪厨具多种多样，有一种锅叫做不粘锅，即便是我们在高温情况下把食材加入锅中，食材也不会粘附在锅的表面。在这种产品刚刚问世的时候，还是相当受欢迎的。之所以不粘锅，是因为不粘锅的表面有一种特殊的化学涂层，但是这种涂层在高温加热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释放出有害物质，比如说四氟化碳。要是人体长期吸收这种物质，可能会对肝脏造成损坏，甚至还会因此而患上可怕的癌症。而传统的铁锅上则是并没有这样的涂层，我们完全可以放心使用。至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使用铁锅烹饪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减少食用油的使用。炒菜的时候必须要放油，这是为了让菜品均匀受热，不至于炒糊影响菜品的形象和味道。而另一方面，放油也是可以加快烹饪效率的。当然，最为主要的是炒菜的时候，把油倒入锅中，可以尽量减少粘锅的情况。要是长期使用铁锅炒菜，铁锅表面就会形成一层不易被清理的油脂，从而起到不粘锅的效果。所以说，用那些铁锅炒菜，我们就可以尽量减少食用油的使用。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食用铁锅炒菜，可以为人体补充大量的铁元素。虽然说铁的化学性质比较稳定，但是在长期的高温加热之下，肯定也会有所变化。铁锅表面的那些铁元素会少量的渗入食物，所以说在客观之上，使用铁锅炒菜能够给人体起到补充微量铁元素的作用。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并没有什么化学的概念，但是人民群众还是发现了铁锅能够补充铁元素的好处。虽然古时候的那些人不通其中原理，但是却有独特的概念。古时候的人们将其称之为所谓的锅货之气，认为铁锅炒出来的菜更香，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二、刚炒完菜不能用水冲铁锅。如果说有经常在家做饭的经验，肯定了解厨房工作还是比较繁杂的。不仅仅只是做菜，从食物的清洗、切配、翻炒，再到后续的清洗过程，往往都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为了避免浪费时间，一般在做饭的时候都是清理和烹饪同时进行的。比如说自己在翻炒菜品的过程当中，可以相应的清理厨房的灶台与桌面，不至于让那些散落在外面的油脂冷却沉积，给自己后续的清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要是遇到炒多盘菜的情况，肯定还会变得更加的麻烦。有些人为了节省时间，在炒完一盘菜之后，就立即把铁锅放入水池当中进行清洗，随即再去炒另一盘菜。但是这样的做法其实并不合理。要知道，炒完一盘菜后，立即用冷水去冲洗铁锅会存在两个弊端。首先，一方面炒完一盘菜后立即用冷水冲洗铁锅不利于自己的健康，
炒菜所需的温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在菜品烹饪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加入多种多样的调味料。其实，在这一过程当中，铁锅表面的成分会与菜品以及调味料产生相应的反应，生成一些有害物质，例如像是亚硝酸盐、苯丙芘等。这些物质可都是致癌物，不仅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好处，而且还可能会成为癌症的诱发因素之一。这些物质很有可能会残留在铁锅之上，而如果我们在烹饪完成之后，立马用冷水冲洗铁锅，这些物质就可能会因为温度的骤降而生成雾气。水雾中的有害气体往往更容易被人吸收，长期这样做肯定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甚至于会因此而患上可怕的癌症。所以说千万不要这样做。至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会影响到铁锅的使用寿命。铁锅确实是非常的坚固，不易变形或者是损坏。但是在烹饪过程当中，由于铁锅受热出现了膨胀，会比在常温状态下更易发生形变。而此时我们再将铁锅放到冷水之下冲洗，那么铁锅就会发生热胀冷缩的物理反应，产生裂痕。要是我们使用的那些铁锅表面有相应的防粘涂层，那么这些涂层也会被损坏。以后再炒菜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比较粘锅了。即便是我们使用的常规铁锅，如果出现了裂纹，自己后续也不加以保养的话，那么裂纹缝隙当中也会产生氧化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锈。这种物质并不益于人体健康，而且会给自己后续的清理带来麻烦。有些人此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要知道家中做菜肯定不会只做一道菜，需要烹饪多种菜品。可要是在烹饪两种菜品的间隙不把铁锅清洗干净，那么肯定会串味，严重影响菜品的味道和质量。所以说清理铁锅肯定是必要的，但如果不立即用冷水冲洗，等待铁锅自然冷却之后再洗，恐怕是要把大厨和等待吃饭的家人们急死了。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才更加合理呢？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们可以在做饭之前准备好大量的热水或者是温水，在炒两种菜的间隙，利用这些温水或者是热水来清洗铁锅，就不至于会出现那些问题了。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也可以准备2口铁锅，用1口铁锅炒完菜之后可以换，用另1口铁锅再炒其他的菜，让铁锅完全冷却之后再进行清洗，这样也可以解决问题。3、铁锅的清洗和保养。最后我们再来说说铁锅的保养和清洗技巧。在清洗铁锅的时候，一定不要害怕麻烦，直接用钢丝球来刷锅，而是要放上少量的洗涤剂。因为大多数洗涤剂当中含有特定的化学成分，可以融合有害物质和铁发生反应，避免损伤过深或者这些有害物质的残留。而在清洗铁锅之后，我们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保养。很多人在洗完锅之后就会直接把锅放在灶台之上，不管不顾。其实这样的做法并不合理，在清洗完铁锅之后，我们一定要把锅中的水分擦干擦净，不至于让铁锅表面的铁元素氧化形成铁锈。将水分擦干之后，我们还可以往锅中倒入适量的油，让这些油润滑铁锅的表面，形成相应的油脂涂层。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我们炒菜，不至于在炒菜过程当中出现食材粘锅的情况，而另一方面也可以延长铁锅的使用寿命，让铁锅保持最好的状态。那些在南方城市生活的朋友们需要注意，由于南方气候空气湿度比较大，家中比较潮湿，铁锅要是不经常使用还是会生锈的，所以在不做饭的时候要定期对铁锅进行烘烤，这样可以蒸发铁锅表面的水分，不至于让铁锅生锈。小结：铁锅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烹饪厨具，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还是具有许许多多的技巧。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不要在烹饪完成之后立即用冷水冲洗铁锅，这不利于延长铁锅的使用寿命，而且还会给自己的身体健康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因素。在使用完铁锅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相应的清洗和固定的保养。虽然说铁锅这种厨具的价格并不高，即使损坏也可以随时更换，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多加爱护的，让铁锅保持一个更好的状态，我们制作出来的那些菜品方才能够更加美味。